歡迎收看第1032期北京不靜音，我回來了。這是我頻道開播3年多以來最長的一次停更期啊！原本計劃呢，在旅行過程中我要更1-2次的，就像過去一樣，就特別不湊巧，這次病倒了，有多嚴重呢？連房間都出不去，醫護人員直接上酒店來啊，也談不上搶救啊，其實就是很嚴重的發燒和嘔吐，可能是有點食物中毒，臉色非常难看。现在基本好了啊，还是很疲惫，整个状态啊，不廢話啊，旅行過程中的美好的東西呢，我都通過一些貼文和 shorts 分享給大家了。那我們現在直接進入主題，今天這期節目呢，是完成一位觀眾給我布置的作業，催更啊，讓我聊這個主題。這個主題呢，我在旅行過程中也一直在觀察，主要發生在推特的中文圈。我們今天不點名啊，因為這些名字都太不堪了，我不想點了。兩個人物，一個 A 一個 B 啊 ，A 呢就是平時自稱是反賊啊 ，B 呢是跟 A 呢有一段這個通話，然後呢被 A 呢錄下來，錄呢就放出來了給大家聽。A 呢這個反賊呢就說這個 B 啊是一個國安人員。等於是要招募這個反賊成為外宣，給的報酬呢是1個月4萬歐啊。這個事情啊，我怎麼看啊？首先我先說結論吧，我們都快一點。我覺得可信度不高，並不是說這一段錄音是偽造的，有幾個地方可信度不高，比如說這個 B 到底是不是真的國安，存疑。他的行事的風格非常的不謹慎啊，以及呢，他喊出來的報酬也不像真的，以及呢，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呢，還提到了很多的人名，這些人名呢，都是一些平時大家都在去打一個問號的，說這個人啊，他表面上看是反賊，但是有的時候呢，他又在小罵大幫忙，他是不是實際上是一個外宣？偽裝成了反賊，大家都有問號。但是通過這個錄音呢，現在這些人名呢，仿佛被洗白了。就是你看啊，這個國安都提到這些人啊，說他們這個名頭特別的響，所以還不太好招募成外宣。就是通過這個 B 的口，好像把這些人就包裝成了徹徹底底的反賊。但是問題是，這個 B 是不是真的國安呢？對不對？我們得獨立思考一下啊。我為什麼會第一時間我就產生一個疑慮呢？就是因為我對這個 A 的身份啊，不能說他的身份吧，我對 A 的人品是極大的不信任的啊，就這個人我一直非常的不信任，我覺得他的人品是有問題的。所以啊，我們觀察一個人啊，你不要去聽他喊出來的政治口號啊，政治立場啊，我是反共的，我還是反習的，我還是反什麼東西的。不要聽這個東西，沒有用。你去觀察一個人，他有沒有好好的做人？在推特上，對吧？我們看不到現實生活中的他，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言行舉止是不是文明的。在很多一些涉及到他所追求的一些普世價值，對吧？你反共是因為中共不去 follow 這些普世價值，對吧？你認為這些普世價值，什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啊等等的，尊重女性啊，你認為這些都是好的。所以呢，你才反共，是不是？你才抵制中共，你希望中國變成普世價值的一個中國，對吧？那他在他平時的言行中有沒有踐行他喊出口號的這些普世價值？這是你是可以觀察的。他有沒有好好的說話啊？有沒有文明的表達？他說出來這些話裡面，包括他的轉貼、他的點讚、他的評論裡面，是不是和他所說的這些普世價值是矛盾的？對不對？那好，我剛才說的這個 A， 就是把他跟別人的這個錄音啊擅自放出來的這個 A， 我認為他就不是一個遵守這些普世價值的人，所以我對這個人是很抵觸的，所以他現在幹出來這個事兒，我也非常存疑。那麼好，我們具體分析啊，這個事情很多人都在談，對吧？那麼在反賊圈裡，我不是反賊。就是很多人把這個反賊的帽子扣在我頭上，但是我從我第一期節目我就說了，
雖然我也反共，但我不是反賊啊！這是2個層面啊！我為什麼這麼說？一，我不認為自己是反的，我也不認為自己是賊啊！我認為我堂堂正正。你一定要說誰是賊，誰是匪，那是中共，不是我啊！我不是反的。第2個層面來說呢，我不喜歡自己被貼上一個標籤，然後跟一些人好像變成了一個团體，好像变成了一個共同的群體，我不喜歡，我喜歡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啊，我不喜歡說好像我跟那些反賊都是一樣的人，你們不要這麼去想啊，這麼2個原因，所以我說我不是反賊。那麼好，在反賊圈裡，那這段錄音就激起了軒然大波了，那大家都在做文章啊，就說都來自證啊，你看我不是外宣啊，我不是這個隱藏的外宣，然後就有人呢去制作出來一個模板。啊，有一些標準評分啊，實際上是一個獵巫式的，一個政治審查的這麼一個小工具。用這個工具呢，大家可以去套啊，来評定，因為它可以去自動的讓 AI 來去分析啊，分析一个人他的发的这些推文，在这个模板裡，最終評分是多少啊？說他是%多少的反賊，或者%多少的外宣。這個東西啊，是非常有害的。我觀察這個事情是從這個角度去觀察的，我就發現啊，這個反賊圈啊，真的是相當的不堪。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反賊非常的愚蠢，很多的反賊雖然不愚蠢，但是非常的無恥。就是他們的行事作風啊，比如說傳謠言呀、造謠言呀，在網絡上去霸凌別人呀，然後觀念裡。其實他也想當人上人，他也想當中共那個位置，只是他不是啊，他不是這個既得利益，所以他只是一個在野共，就這麼點區別。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說他是反習的、反共的，他就天然道德政治正確了啊，他就是一個有優良品質的人了，不能夠這麼判斷。所以很多的反賊就是非常不堪的人。那麼通過這個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什麼呢？這樣的一個模板啊，它最終達到的效果，就是讓這個反賊圈裡的更極端的聲音，啊，更凸顯出來。它實際上是造就了一個把這個灰色地帶啊去抹掉了，因為你要急着站隊，對吧？事實不重要了，你要站隊，啊，你要表達這個我是多麼的。就是純粹啊，我原本可能是很平和的，我在分析中國這些問題，但是現在有這個模板不行啊，我要更大聲音的罵共產黨，我要更狠的、更羞辱性質的罵習近平，好像才顯得我更反賊，否則我就有可能是隱形的外宣，收了4萬歐的外宣等等的。那麼好，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把這些最理性的、能分析問題的這些聲音、這些灰色的地帶，就給抹去了。灰色地帶最麻煩的是，就它沒有辦法快速的進行標籤化，因為它複雜，你就沒有辦法一眼看穿，你就沒有辦法馬上給它貼上反賊的標籤。那這裡面就分化了，在反賊圈裡啊，你就會發現很多人就會越表達越極端。越表達越極端，越極端越受那些就是表忠的那些反賊們的喜愛啊，就那個圈子就越來越陷入到一個這個自證的漩渦裡去啊，越來越極端化表達。那還有一部分人，那我就沉默了，對吧？我發表理性的聲音，你們罵我們什麼理中客呀，什麼什麼這些，好，那我不說話了啊，我不參與這個公共討論了，可以吧？所以你就會看到，在海外的中文世界，尤其推特的中文圈，這個反賊圈，最後是什麼呢？沒有人在討論問題，啊，全是站隊，表達立場，宣洩情緒，好像每個人都在說話，一堆的自媒體，非常的熱鬧啊，啪啪啪啪說，每天都在說，但是只有這些聲音，但沒有思考。每個人說出來的話就是我是反賊啊，我罵習近平啊，然後我弄了一些行為藝術啊，然後羞辱習近平啊，羞辱彭麗媛啊，然後好像我特別的反賊。
就跟玩鬧一樣。然後具體的什麼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我看到的整個这個犯罪圈特別的失望，特別的無聊。就這樣一群低素質的人，這樣一群沒有水平的人，中共會發展他們成為某種外宣，還要給每月4萬塊錢啊，4萬歐啊，不對，這個事情不對。首先啊，這個錄音我不說了，他當然有可能造假，对吧 ？A 找一個人，就找這個 B 來假扮成是國安，倆人做這麼一場這個錄音，然後現在放出來就行了，就能收割流量了，啊，就能夠證明 A 就能夠證明，哎，我是4萬歐的價碼呀，啊，我是有這個分量的人啊，我的節目在中共內部還能當內參啊，多麼好笑啊！你是什麼水平啊？哎，你的說的話在中共內部有參考價值嗎？其實是沒有的。4萬歐這個數啊也是不對的。然後在這裡邊提到一些名字，我們都要打一個問號。為什麼特地提到這些人的名字？為什麼用這麼一個錄音把這些人的名字都洗白？這是很奇怪的事情。那當然了，還有一種可能，這個錄音不是設計出来的啊，不是說寫好了剧本去演的。這個錄音是真實的，但是也不代表這個 B 就是一定是個國安，他有可能就是一個子干五啊，有可能就是一個神经病，就是玩这個過家家啊，扮演這個國安在這裡調戲犯罪都是有可能。所以這個錄音沒有太多可分析的價值。價值就在於我們通過這個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更深層次的一個本質問題，就是我今天標題裡寫的，也是今天的主題，就是大部分的反賊實際上就是外宣。這些必須要說清楚啊！我在過去已經說過很多回了，什麼是外宣啊？你不管大外宣小外宣，什麼是外宣，對吧？外宣不一定全是拿中共錢的人才是外宣，他自己有可能限於他的認知是比較低的，有可能呢，他認知程度並不低，他在裝傻，他為了收割這些剛翻牆出來的這些韭菜，啊，收割他們的流量，所以他不能講的那麼的露骨啊，問題不能分析的那麼的透徹。所以他在說中國問題的時候，雖然他也就是小罵，對吧？罵一些習近平或者罵一些共產黨，但是總的這個論調跟中共保持高度一致，或者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他不去刺破那個最本質的分析。那麼最後產生的效果是什麼呢？效果就是他可以繼續收割這些剛翻牆出來的，其實還是所謂的一些愛國者。他們可能有一些不滿，但是他又聽不了太刺激的東西，他就去听这些隱形的外宣。那這些外宣他手不是伸向中共要錢的，他收割這些流量就夠了，這也是一種外宣。我們就講到這個外宣這兩個字，對吧？外不用說了，在海外，對吧？有內宣有外宣，這個沒什麼，最重點是這個宣字。宣是什麼？宣傳。你自媒體也在宣傳，你無論是你是替自己宣傳還是替中共宣傳，這個宣傳的本質，它是一種虛假的表達，它不真誠，它不是說我真正想什麼我就說什麼，它是有目的性的，它是在討好這個觀眾的，或者說他是在把這堆他分析完他觀眾的基本盤，他是在帶着這個風向去引導到特定的區域，產生一個特定的效果的，這就是宣。所以外宣啊，就是在海外的這些宣，那你不管是他拿中共錢還是他收割流量，最終效果是什麼呢？我們為什麼要抵制外宣呢？要揭露他們呢？因為我一直說了我這個節目我在做的事兒，這是一個觀念的戰場，這是一個戰場啊！你不跟這些外宣去打，那你就看着他們繼續去禍害中國人。中国人在牆內被共產黨內宣啊，去宣傳洗腦，好不容易有一些人
可能挨了社會主義鐵拳了，或者自我啟蒙了一下，覺得哎不行，我得接觸這些真實的東西，那我只能翻牆出來。結果翻牆出來之後，到油管上還是被這些一個一個的外宣自媒體去欺騙了，沒分辨出來被騙了，還在接受他們的洗腦。我們就要抵制這個東西啊，我們就要跟他們打呀，所以這是一個關鍵的戰場啊，這就是我堅持了3年多在幹的事情。那麼好，這個戰場我們為什麼要打外宣？因為他掙錢，我不眼紅。我們看到的問題是，由于他們的存在以及中共的存在啊，加在一起，就導致中國那片土地無法變好，因為人們的觀念沒有辦法進步，每天你就被這些外宣的這個自我解放包着你沒有辦法進步，你不知道什麼東西是真的可以聽的，你以為你很自信的以為我现在听的这些频道都是好的，但實際上都是外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那些品行非常差的反賊，天天說謊說謠言聽床的那些反賊，造謠的，對自己的言論說錯話從來不去道歉不負責任的，滿嘴髒話的，不文明的，歧視女性的，歧視各種群體的，黃漢主義的功利主義的，然後是這種慕強主義的，社達的，這些反賊華川粉搞什麼法輪功的這個宗教那個宗教，這些都有問題。你別看他是反共的，但除了反共這一點之外，他其他的這些價值觀，他宣出來之後，一樣在影響，很壞的影響中國人。他只有反共這一點是裝樣子，所以它起到的壞的效果跟外宣其實沒什麼本質區別。這就是我想說的，大部分反賊其實你可以認為他們也是外宣，他拿沒拿4萬歐不重要，他有沒有從中共手裡實際的拿錢也不重要，他收割流量了吧，他掙到錢了吧，這就行了，對吧？其實跟錢也沒關係，他的影響力鋪出去了，對不對？他影響了非常多的翻牆出來的中國人以及海外的華人，对不对？把那些糟粕的價值觀每天通過這些節目灌輸給他的觀眾，然後這些觀眾聽了這些價值觀之後無法得到成長，年老了就算了，我們就不說了，年輕人沒有辦法成長為更好的年輕人，那我們怎麼能夠寄希望於這些人能夠改變中國呢？那中國不改變，就還是現在這個樣子。他們有沒有責任？有。他们有沒有責任？有。都一樣，都一樣。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場獵巫式的抓外宣什麼過程中，然後反賊特別的有優越感覺得自己這個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我覺得應該反思一下，你們真的這麼優越嗎？你們真的在起到好的作用嗎？你除了喊一喊反共的口號之外，你幹的每天在網上和在現實中幹的各種各樣齷齪的這些言行，造成的這些不好的影響，你們難道不需要負責任嗎？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點上我交這份作業，我覺得分析那段錄音沒什麼意義。現在看這一場鬧劇在反賊圈裡，然後自證清白，然後要自己表現得更極端化，我更敢罵這個習近平翻着花樣的去找一些角度去，沒有意義的，沒有意義的。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這個話題我覺得我們呢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就是說還是要獨立思考，對吧？我們不能夠是完全情緒化的去站一個立場，站一個隊究竟是反賊還是外宣我是親共還是反共什麼，沒有用。
任何事情來了，中共做的事儿也好，反贼做的事兒也好，无論誰做的事兒，我們從事實的角度去看这個事兒究竟對還是不對，去思考它，複雜化的思考它，這就要允許除了黑和白之外的中間的大量的灰度的存在，然後在這個裡面去交流，去對話，去進行公共的討論。因為在中國內部有中共的存在，所以沒有公共討論。那你到海外了，自由了，我們要做的就是公共的討論，而不是說直接貼標籤，快速貼標籤啊，這是反賊，這是外宣，然後還拿一些特別荒謬的、無厘頭的這些模板去套，各種制造冤假錯案啊，這就是反賊了，這就是外宣，這就是特務了，這就是國安了。然後被貼上標籤之後，我就再也不跟這個人對話了啊，再也不跟這個人去溝通了，然後造成了這個社群的割裂。很多人就選擇，那你們都這麼極端，都這麼瘋狂，反賊也這麼瘋，這麼無恥，這麼無知，外宣也是這樣，那我就不說話了，我就不說話了。那慢慢的，這個公共的討論的空間其實就不存在了。這就是現在海外華語世界的問題。OK 啊，就說到這兒，我們都任重道遠啊，繼續努力吧。扭轉這個局面是，我也不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非常非常艱難的啊。我們就繼續戰鬥，在觀念的戰場。感謝收看、訂閱、分享。